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元，今天是来讲一下万国锦标赛体验之后的感想。那我也是希望这一次讲了之后，策划有一些改动啦，因为真的是发现到问题还蛮严重的。那这一次刚好我的队伍呢，就是面对到960，那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地图上我们的战力跟他们的战力是相差蛮多的，他这边有93亿，我们这边就68亿。比较明显的感受就是他们的兵力比较多，确实是有优势的。那其实我们双方都有一个比较弱的联盟啊。像我们隔壁这个联盟是偏比较弱的，然后他们是这个联盟会偏比较弱一点的，就可能没有出去打架，又或者是打不过对面的。其实我们这样子交战是比较合理一点，比较正常一点。但是因为960他们的战力太高，他们的玩家质量比较高，就变成说他们在对付了2218这个王国这个联盟之后，就跑来对付我们，就变成说我们除了要打这个之外，还要再打这个联盟。那第一个感受就是，如果你的战力非常低的玩家是不太适合去玩那个游戏的。但问题来了，其实我的账号战力其实也算蛮高的，我的战力有差不多 1.6 亿，但是我打到最后我的兵力是已经所剩无几了，我打到最后好像剩下8500万左右，是没有办法再继续战斗了。但是当我变成8500万的时候，其实比赛还有剩下差不多1个小时半的时间，就说还有很长的时间我是已经没有足够的兵力可以再继续战斗了。所以我们有说过，其实比较合理的战斗战力呢，最少加入这个比赛的玩家要有大概2.7亿、2.5亿到2.7亿的玩家才可以战斗到最后，否则你会在4个小时之前就已经把你的兵力全部给耗光了。所以到最后并不是说我们打不过960，而是因为我们的战力不够，所以没有办法去面对960。就好像他们还可以派2-3位玩家，那种战力很高的玩家一直在守着旗帜，像他们那边战力比较高的玩家好像大概6亿战力，他一个6亿战力的玩家就可以耗损我们很多，就是可能3个或者是2个玩家比较高战力的，但是他依然还有战力可以继续战斗，可以再继续守着旗帜、集结等等围旗帜，就会变成说有一个不公平的问题存在。反正那些战力比较低的王国呢，就很难在这个地图上生存，那玩到最后可能拿到冠军呢，就只有那些战力比较高的王国了。但是我可以说基本上在这边战力比较高的王国呢，基本上都胜利了。就比方说你们看2377这些战力比较高的，他们胜利了，960这个战力比较高的也是胜利了，然后748战力比较高的也是胜利了。所以在这个比赛中，你只能说战力高的胜率会比较高一点。所以这边我已经有预感了，可能1336跟 OTN 也是会胜利。所以我们觉得比较合理的做法就是，假设说我们报名的时候是有在排行前36名的联盟，可能我们可以参加比赛，但是我们的队伍兵力是一样的。但我相信有一些玩家或者战力比较高的玩家，他们会反对这件事情啊。就打个比方说，俄罗斯父子为什么他有20亿战力，但是官方要限制他们的战力，不给他们使用所有20亿战力，这个是他们的优势。那确实这个也是个问题啊，所以我觉得官方这边要看他们怎样去调整。因为我假设说，如果他们真的是按照原本玩家的战力去进行这个比赛的话，我相信之后应该不会有多少玩家想要去参加这个比赛了，因为你已经知道最后胜利的王国是哪一些了。而且说句实话，当你们打完比赛之后，你就可以从那些失败的队伍招募一些战力比较高的玩家，就比方说 DK18 他已经被淘汰了，他没有晋级，但是 GT 他可以去招募 DK18 可能有3亿、4亿战力的玩家过去他们的联盟，所以他们的联盟之后只会战力越来越高，只有那些比较高战力的玩家才可以继续玩到最后。所以基本上在这个比赛中呢，我们是没有看到93了，因为他们大多数玩家的战力都是在7000万、8000万左右，所以我才会在之前介绍的影片说过，这个比赛这个游戏的玩法其实是给那些大佬，他们战力很高，有那个时间、兵力、有那个金钱去玩这个比赛的。因为这个比赛它有一个矛盾点啊，就是这个比赛进行的时候刚好结束，就会有埃及之战啊，如果你选到像我们 UTC 10的这个时间，就会撞到时间了，所以你们要想办法去错开这个时间。那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它返兵的速度还蛮快啊，就是我们比赛结束之后大概10到15分钟左右就会收到这个邮件说你已经返回你的兵力了。但是有个问题啊，假设说你的王国正在进行 KVK， 但是它还没有返兵的话，也就是说可能 OK， 像我现在正在 KVK， 我的战力剩下9000万了，然后去参加这个 KVK 的时候我是还没有返兵啊，但我也不
可能为了这个比赛特意去训练部队嘛，所以会有这个问题存在，有这个压力存在。还有现在大多数的王国，我相信不会把玩家的战力要求他们冲得特别高，比较合理的范围大概就是1.2亿到1.4亿左右。像我现在战力其实也是算普遍比较高的，对于那些管理人员来讲，尤其是阿4啊或者是盟主来讲，超过太高的战力，他们会觉得说之后我们匹配会很困难，战力很难压低，毕竟我们现在有先锋线嘛，像我们 KVK 也是有先锋线的限制，那为什么在这个比赛中没有先锋线的限制？ OK， 就是说我可以接受俄罗斯父子他们携带了20亿战力进入这个比赛，但是他们也是要有一个战力上限嘛，就比方说像我们这一排全部都是大概60亿战力左右，接近70亿嘛，那突然之间跑出了一个90亿或者是10亿的，就会跟对方相差很多，就有一个战力压制了。所以我觉得限制战力可能也是一个解决的方案。就比如说我们在进行 KVK 的时候，匹配阶段你都会看这个阵营它的战力跟击杀是多少，而帮它配上另外一个王国，但是这个比赛呢是完全没有的，所以就只能单靠看你的联盟里面战力有多少而已而去战斗。它就是它的奖励其实不够吸引人啊，就比方说虽然它的奖励看起来是很多，但是多数都是有限定时间的，差不多60天嘛，就只有冠军可以拿到这个城市主题而已。那有多少玩家他们可以到达这个程度呢？就只有冠军嘛。那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讲了，你战力高拿到胜利的几率会比较大，所以大多数这个奖励可能就由像60GT 啊或者是2377这样子的王国会拿到这些奖励，但是其他的王国或许就不会去参加这个活动了。只要他们参加过一次，有了这个体验之后，都会觉得并不是这么好，因为参加这个比赛又有战力的那个压力，你要怎么去调整你的战力，然后你每次打了这个比赛之后，大概1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后，你就已经没有事情可以做了，你没有兵力了，你只能放任让你的敌人去烧你的建筑物，烧你的旗帜。还有一点，我们觉得在战斗过程中重伤单位的比例，这边有40%的比例会变成阵亡了，可以再调整一下，不要40%了，我觉得可以移除掉这个部分，或者是只是减少10%变成10%会比较好一点。因为就算我们有一些玩家他们是完全没有驻防，完全是没有攻击旗帜的情况下，他只是光靠野战打了4个小时，差不多在更早之前吧，兵力也是会慢慢减少的。如果你是负责驻防集结，那你的兵力耗损就会更大，更快的结束战斗，可能2个小时就已经没有兵力了。但整体来说，我玩了这个游戏模式之后，我个人是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啦，其实是好玩的。如果你在一开始你可以从头打到尾，不像我们一般的 KVK 你需要等待慢慢建旗帜，你要接触到敌人之后才可以再进行一些进攻的动作，然后这边的 KVK 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压力，比较少拉扯的情况等等，所以整体来说是好玩的。但是我觉得有一些细节上的规则，一些战力的部分呢是可以再进行调整，否则的话我觉得玩家只会体验一次之后他就不会想玩了。只有那些战力很高的玩家，他们觉得说我胜利了很好玩，他们会继续玩而已。因为对于一般的玩家来说，性价比比较重要，像我花了4个小时，最后我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拿，像我参加这个活动是为了什么呢？还不如我去参加多几次 IG 之战，时间更短，又可以拿到奖励，就算失败也可以拿到很不错的奖励，可以拿到金头。但是这边拿到的东西就只有这些硬币啊，然后我阵亡的部队啊，签成不够吸引人，所以我觉得官方还是需要再调整啦，因为现在是先锋体验版嘛，还有再更改的机会的，大概是这样子啊。如果你们有参加万国锦标赛的话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。反正我是问过了几位朋友啦，他们也是觉得说也是要调整。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